缅甸是东南亚地区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就称红沙瓦底。相传，公元前200年，标人从云南迁移到伊洛瓦底江的上游地区，他们是缅甸最早的居民。从1世纪开始，缅甸出现了地区性质的部落联盟。中国东汉时期，正史记载了党国曾3次出使东汉，一般认为党国的地理位置在今缅甸东北部的掸邦一带。大约2世纪后，伊洛瓦底江出现了城邦国家，它就是标国。然而，标国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它是标人在上缅甸建立的一系列城邦的统称。关于标国早期的情况，中国古籍虽有一些记载，但过于简略。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标人是一个操藏缅语的民族。8世纪时，标人控制了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公元832年，标人被南诏国攻灭。之后，南诏因陷入了与唐朝的长期战争之中，无暇顾及缅甸诸邦。因此，昔日标国腹地此时出现了一个权力的真空，孟族人趁机崛起。孟族是原始南亚人的后裔。9世纪中后期，标国已老，北迁的孟族人以及当地的缅人开始汇集到了位于伊洛瓦底江西岸，建立了蒲甘城。其中的缅族是现在缅甸第一大民族，它占现在缅甸总人口65%。缅族起源于古羌人，是古羌人南下分支。中原战国时期，牦牛羌部落在吐蕃高原东北部形成白狼羌。7世纪中叶，白狼羌为吐蕃所灭。到了9世纪中叶，白狼羌一支南迁到今缅甸中部。公元1044年，阿努律陀建立历史上第一个缅族政权蒲甘王国。此时接替南诏的大理国实力已大不如前，这给缅人提供了机会。阿努律陀登基之时，大乘佛教阿利教派在蒲甘拥有着广大信众，而且还隐隐对王权产生了不小的威胁。为了摆脱阿利教派的阴影，阿努律陀迫切需要引进一个新的教派，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被孟人排挤的小乘佛教徒阿罗汉来到了蒲甘城。阿努律陀很快便接受了小乘佛教，然而因阿罗汉等人来时并未带足够的佛经，所以阿努律陀便派人去孟族控制的直通国取经。当时的直通国因为地靠沿海，经济发达，对北方的缅人颇为不屑。直通国王甚至骂蒲甘为蛮夷，于是阿努律陀亲率大军兴师问罪。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直通城只好紧关城门。蒲甘军队猛攻不下，就改变战略，断其粮草。3个月后，直通城内粮草断绝，蒲甘军趁机攻入，直通王国从此并入了蒲甘版图。其后，阿努律陀将直通城夷为平地，随后博固等孟人国家也归附了蒲甘，这让蒲甘王国得到了出海通道，海运贸易也成为蒲甘王朝重要的收入来源。巨额财富为阿努律陀统一缅甸提供了物质基础。据缅甸史书记载，阿努律陀听闻当时大理国有一颗佛牙，阿努律陀就施以巧计，使大理同意交出佛牙。在从大理回国途中，他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2员大将，此事引起众人不满。公元1078年，阿努律陀在打猎途中遭野牛袭击而死，一说是他被人所害。他死后，他的儿子苏卢继承王位。苏卢随后指派好友耶曼干为博固总督。不久，耶曼干起兵谋反，苏卢召回被发配的江喜陀，命他率军讨伐耶曼干。江喜陀却对苏卢进言，应静观其变。苏卢对保守不前的江喜陀非常不满，亲自率军进攻。然而，苏卢最终被俘。随后，耶曼干领军北上，江喜陀试图营救苏卢，却以失败告终。耶曼干于是处死了苏卢。随后，大臣们拥立江喜陀为蒲甘国王。后来，江喜陀击败孟人叛乱，再次实现了全缅统一。在缅甸有传说江喜陀是阿努律陀之子，但事实上江喜陀与阿努律陀无血缘关系，江喜陀实为阿努律陀的一员大将。江喜陀统治时期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大兴佛教，因此在缅甸历史上，江喜陀统治时期被称为盛世。江喜陀临终时将权力移交给拥有孟人血统的外孙阿朗西都，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孟人与缅人的矛盾。阿朗西都即位后，促进了商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他晚年与长子明辛少不和，他将明辛少贬往了外地，让次子那腊都为王储。1167年，阿朗西都病重不醒，那腊都准备自己登基为王。
随后阿朗西都苏醒过来，那腊都闻讯后十分惊恐，用枕头将他们死。明辛少闻讯后率军赶至蒲甘，那腊都则宣称将让位给哥哥。明辛少相信了这套说辞，孤身前往蒲甘，当晚就被那腊都毒杀。那腊都自觉罪孽深重，建造了檀摩眼寺，但他发现蒲甘百姓仍然不喜欢他，他于是用残暴手段对待蒲甘的僧侣与百姓。后来他杀害了来自波地迦耶的妃子，波地迦耶首领于是派人暗杀了他。随后他的儿子名因那拉登卡即位为王，他继位时就任命他的弟弟那腊伯底希都为法定继承人和总司令。这是缅甸历史上第一次国王放弃了军队的指挥权。之后名因那拉登卡看上了弟媳，他假称北方有战事，令弟弟率军征伐。那腊伯底希都到北方后警觉受骗，又听闻哥哥已经纳自己的妻子为王妃，他于是派大将诺翁斯伐杀了哥哥。随后那腊伯底希都即位为王。此前他曾答应诺翁斯伐事成之后会将嫂子许配给他，然而他在兄嫂的哭诉下食言了，诺翁斯伐对此颇为不满。那腊伯底希都于是将他杀害。那腊伯底希都晚年手部患有疽疮，他的小儿子提罗明罗的母亲亲自吮脓疮，他因此将王位传给了小儿子。提罗明罗继位后，将精力集中在宗教和寺庙建设上，国事大多由他的4个兄长与大臣们集体决策。此后几任国王大多不理政务，到了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多次遣使到蒲甘国招降，蒲甘王国对此不屑一顾。蒲甘王国还主动进攻元朝，元朝腾出手来，便派遣大军入缅。不久，元朝就攻破了蒲甘城。蒲甘沦陷后，蒙古人受不了当地气候，便离开了灼热的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表面上来看，蒲甘王朝毁于元军的战火之中，然而那无数座矗立着的佛塔才是最终耗尽蒲甘王朝力量的根源。随着蒲甘王朝的坠落，缅甸西部阿拉干国宣布独立，掸族也于1368年在缅甸东部阿瓦建立了阿瓦王国，孟族也在缅甸南部建立博固为中心的白骨王朝。从1386年到1425年，阿瓦王国与白骨王朝进行了40年的战争。除了这2个大国之外，还有木邦、孟养、孟密、阿拉干等国的互相攻伐。正当阿瓦王朝和白骨王朝两败俱伤时，东须却在养精蓄锐，集结力量。东须君主莽瑞体首先击败了泰人的兰纳泰王国，稳住了东部局势。他随后向阿瓦的掸人求和，避免对方以保护同族为借口出兵。接着东须军队开始向着南方的孟人进攻，首当其冲的便是白骨王朝。东须军队在与白骨王朝交战过程中，遇到50名葡萄牙雇佣兵。莽瑞体意识到这些新来者的价值，于是他转而从孟加拉和马六甲两地招募，组建了自己的葡萄牙雇佣军。至此，支撑后来东须王朝称霸一方的军事力量已初具雏形。此后，他开始将矛头对准北方的宿敌阿瓦王国。阿瓦国王莽伯信在卑谬惨败后一蹶不振，各地缅族人民纷纷起义，因为承受不了孟养斯伦残害佛教的压迫，缅人军倒向东域王朝。正当莽瑞体如日中天时，北方的掸族被迫联合。由于战事受挫，莽瑞体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攻伐。此后不久，泰国拍斋国王被王后毒杀，王后的情夫随后登上王位，莽瑞体借机率军入侵泰国。泰国王后素丽瑶泰为了保护丈夫英勇地战死沙场，随后她的女儿阿瑜陀耶的公主也为国殉难。在王后和公主英勇行为的鼓舞下，泰国军民奋勇抵抗，数次击退莽瑞体的进攻。此时莽瑞体因担心国内的诸多割据势力再起事端，于是决定撤兵。莽瑞体回到缅甸后，任用一个善于酿制果酒的葡萄牙人，整日沉浸在饮酒和游猎之中，完全丧失了之前近20年的霸气。1550年，莽瑞体在狩猎途中遭孟族的侍卫刺杀。当时莽瑞体的妹夫莽应龙正率军在外镇压孟人叛乱。莽应龙随后绕开博固，攻打弟弟割据的东须城。正当莽应龙重建缅人帝国时，孟人势力内部发生了分裂。莽应龙仅用了4年时间，就恢复了莽瑞体时代的疆域。莽应龙的一生，从19岁随莽瑞体起兵以来，直至65岁去世，纵横东南亚，险逢敌手。
在莽应龙统治期间，东须王朝达到极盛，但因穷兵黩武，致农田荒芜，民不聊生，动摇了东须王朝的统治。1581年8月，莽应龙在部署对若开作战时去世。当时缅甸控制了大半个中南半岛，形成了缅甸史上最大的版图。他的儿子莽英礼刚即位便杀害重臣，他还对明朝发动了战争，结果却是以缅方失败而告终，造成东须王朝北部大片领土失去，也为缅甸衰落埋下了祸根。正当莽英礼在北方失利的时候，南方又出现了问题。当时年仅35岁的纳黎萱成为泰国国王。到1593年，泰军攻占了缅甸南部的图瓦、丹纳沙林。同年，缅甸发生了孟族反叛事件，莽英礼盲目扩大镇压的对象，这激起了孟人全面的抗争。此时，莽英礼已经没有能力在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了，但是他的周边各国却不愿意给他喘息的机会。缅甸各地再次陷于军阀割据的状态。不过，莽英礼的衰败并没有使东须王朝最终灭亡。莽应龙的幼子梁渊王挽救了这一颓势，他保住了上缅甸半壁河山。梁渊王的儿子阿那碧龙又光复了下缅甸的所有失地，他还将葡萄牙侵略者赶走，从而再次完成了缅甸的统一。1628年，阿那碧龙发现儿子明耶代巴与小妾有染，阿那碧龙严厉斥责儿子，说他犯了叛国罪，应该被活活烤死。明耶代巴因为怕被惩罚而于7月弑父。之后，明耶代巴宣布自己为国王。尽管明耶代巴名义上是国王，但他从未控制过首都博固以外的地区。仅过1年，他就被他的叔叔他隆处决。他隆即位后，摒弃了劳民伤财的对外扩张战争，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了他儿子宾德莱即位后，南明的永历帝率遗臣逃亡到巴莫，请求缅甸的支援。宾德莱王收留了他们，随后清军入侵了缅甸。清军对首都阿瓦的围攻虽然被击退，但宾德莱王也丧失了声誉。他的弟弟卑明趁机夺取了王位。之后，卑明逮捕了永历帝，并移交给清朝。1740年，缅甸发生了孟族起义。12年后，孟族军队占领东须王朝都城，至此立国221年的东须王朝宣告结束。之后，缅人雍吉牙以贡榜为基地，一举击溃孟族大军的进攻。雍吉牙因其功绩，与蒲甘王朝的建立者阿奴律陀和东须王朝的统一者莽应龙并列为缅甸历史上的3大帝。雍吉牙经过20年的战争，他终于使缅甸重新统一。他所建立的王朝就是贡榜王朝。1759年，雍吉牙又发动了泰缅战争，1年后他离开了人世。根据泰国历史文献记载，雍吉牙在视察军营时被一门大炮突然炸伤，不久死去。而根据缅甸记载，雍吉牙死于痢疾。雍吉牙死后，他的长子莽继觉继位，莽继觉在位仅2年便病逝了。雍吉牙的次子孟博随后称王。孟博在位时期继续推行扩张政策，与清朝发生了长达4年之久的清缅战争。清缅战争爆发的时候，缅甸只留下3000兵力驻扎暹罗，暹罗的正信由此得以击败国内其他割据势力。到1770年，缅军已全部被赶出暹罗。6年后，孟博去世，他将王位传给了长子坠角牙。此前，雍吉牙曾定下规矩，要求后世君主遵循兄终弟及原则，因此坠角牙的继位遭到了其他王族成员的反对。坠角牙于是屠杀了所有潜在的竞争者。1782年，庞加亲王莽莽趁他出巡期间自立为王。1周后，波道帕耶率兵来到皇宫，将莽莽与坠角牙杀害。波道帕耶是雍吉牙的小儿子，他即位后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他一生拥有200位后妃，且有120位子女。他离世后，他的孙子巴基道继承了王位。巴基道在班都拉大将军的影响下，决定彻底平定西部属国曼尼普、阿萨姆的叛乱，以挫败英印政府侵略缅甸西部的企图。战争前期，久经沙场的缅甸部队已在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的丛林中战斗了近10年，因而缅甸轻易地击退了英国的进攻。随后，英国海军奇袭了仰光，巴基道急忙下令精锐部队向仰光进攻。主帅班都拉随后犯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下令从正面对英军阵地展开进攻，这让缅军失去了众多经验丰富的老兵。
巴基道之后决定孤注一掷，向英军反击，但事与愿违，缅军在卑缪战败后彻底失去了斗志。1年后，双方签订了杨达波条约。杨达波条约给缅甸王国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缅甸在过去75年中通过军事胜利所建立的霸权，在此刻也轰然倒塌。巴基道更是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此后，缅甸权力被皇后与国舅把持。巴基道的弟弟沙耶瓦底对此颇为不满，他随后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沙耶瓦底在位9年后离世，他的3儿子孟坑在其后宫廷斗争中胜出，也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孟坑杀害了父亲。孟坑继位后曾尝试治理国家，但好玩的性格最终让他将国事交由亲王处理。在他统治的最后1年，爆发了第2次英缅战争。当时孟坑对杨达波条约耿耿于怀，缅方企图利用以夷制夷政策来维护独立，英国则蓄意制造事端。1852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戴和须向缅甸提出最后通牒。由于孟坑不理政务，王室内部又出现主和主战之争，对英国入侵迟迟未能采取对策。随后，英军发动进攻，占领了博固省和仰光等地。之后，缅甸发生内讧，孟坑被同父异母弟闽东推翻。闽东即位后，授权弟弟迦囊亲王进行西化改造。闽东的改革遭到守旧派贵族的反对，不久，迦囊亲王在宫廷政变中被杀。为镇压国内反对势力，闽东不得不从英属印度购入军火。他被迫与英国签订通商条约，并承认克伦邦的独立。随后，他将首都迁到了曼德勒。1240年，闽东病重，权倾宫廷的王后拥立了闽东的儿子西袍为国王。西袍此前娶了皇后的2女儿，因此西袍与其妻子是同父异母关系。西袍继位后，亲手处死了在他父亲死前被囚禁的40多个皇子。这件事情让他大失人心。当时，法国在东南半岛的大肆扩张，引发了英国的不安。西袍借机派出使团赴法国，以博取法国对缅甸的支援。英国闻讯后，决定彻底吞并缅甸。之后，英国趁法国正忙于中法战争及争夺马达加斯加岛之际，向法国提出照会。法国则否认与缅甸结盟。在遏制了法国势力之后，英国要求缅甸政府赋予英国监督缅甸外事活动的权利。缅甸被迫接受了这项要求，但预先部署好的英军还是发动了进攻。1885年11月，英军进入曼德勒王宫，宣布将缅甸西袍王及其王后流放至西印度的特纳吉里。至此，立国133年的贡榜王朝宣告结束，缅甸进入了英国殖民时期。英国对缅甸的统治从1824年持续到1948年。在此期间，英国人采用分而治之政策，他们在缅甸本部建立现代行政体系进行直接统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英国则保留贡榜王朝时期推行的土司制度，给予少数民族上层一定特权，利用他们对当地人民进行间接统治。1937年，英国人将缅甸省从英属印度分离出来，巴莫博士当选为缅甸的首相。第2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成立以巴莫为首、名义上独立的缅甸执行政府。在日本支持下，昂山将军组织了缅甸独立义勇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协助下，日军顺利攻克了仰光。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形势急转直下。昂山于是决定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同时他还秘密联络了在印度的英国当局。在英国的支持下，昂山所领导的武装突然倒戈，向日军发动了袭击。2战结束后，缅族、掸族、克钦族和钦族领导人同意共同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但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却在1947年7月遇刺身亡。1年后，英国议会正式承认缅甸的独立。缅甸独立以后，缅甸联邦政府收紧了对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这导致了缅甸至今内战不断。1987年，联合国将缅甸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1990年5月，缅甸军政府举行了首次选举，昂山的女儿昂山素季获得了胜利，然而军政府拒绝放弃权力。2016年，缅甸联邦议会进行总统选举，廷爵当选缅甸总统。他上任后任命昂山素季担任新设的国务资政，这被外界视为实际上的缅甸总理。
2年后，廷觉宣布辞职，副总统温敏按照缅甸宪法规定成为代理总统。2021年2月1日，温敏、昂山素季及一些民盟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缅甸军方发表声明说，根据宪法条款，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2023年2月1日，缅甸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发布公告说，因国家仍处于非正常状态，该机构依据现行宪法相关条款，决定从即日起再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6个月。